杨紫和何赛非同台，两人体型差距明显，才知啥叫美人在骨不在皮。4月份上线的大剧真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其中《城中之城》这部剧可是金融题材的大作，有于何伟、王劲松这些实力派演员，简直是剧情的保障。他们都在剧里有着出色的表现，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。这部剧可真是火到不行，一定要去看看啊！真是遗憾啊，虽然《追风者》和《繁花》这2部以金融为主题的剧品质上乘，但他们的追剧门槛实在太高了，导致很难吸引更广泛的观众群体。这样一来，他们的热度就很难突破当前的圈层了。这部剧《承欢记》刚刚上线央视，首播就取得了超过2的收视率，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。它讲述的故事情节充满了人间烟火气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感受剧中人物的情感。特别是关于两性关系和催婚矛盾的描绘，更是深入人心，让观众们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《承欢记》开播4集，女主真是麻烦不断，工作上遭遇瓶颈，家里也矛盾重重，一边担心失业，一边还要应对家人的催婚压力。最糟糕的是，还碰上一个渣男男友，不断欺骗她。这剧情真是看得人揪心啊！这个故事情节超级狗血，女主角一直让步，看得观众心里特憋屈。不过，这种剧情只要能让观众有情绪，就能一直引发讨论和热度。《承欢记》现在热播，势头简直跟杨紫演《欢乐颂》时一样火爆。看来这部剧要成为新的爆款了。杨紫这个曾经的邻家女孩，现在已经31岁了。尽管她稳坐90后女演员的顶流位置，知名度极高，但时光不饶人，她也不再是那个青涩的年轻女孩了。《长相思》中的角色虽然体态稍显丰满，颜值也不如以前灵动，但得益于剧情的设定，观众们并没有因为她的表现不佳而觉得出戏。相反，大家又一次被杨紫的哭戏所打动，感受到了她的演技和情感的共鸣。在现代剧中，杨紫的演技显得有些过于夸张，失去了之前几生几世虐恋的情感深度。同时，她的颜值问题也变得更加明显，没有了之前的情感深度，她的表演显得有些平淡无奇。总的来说，杨紫需要更加努力地磨练自己的演技，才能在现代剧中展现更加出色的表现。在《要99爱》这部剧里，杨紫只要展现出她那种自由奔放的演技，就能把角色的青春活力演绎得淋漓尽致，当然也会带给我们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表情包。在《承欢记》中，虽然这种紧张的氛围有所缓解，但总体上还是显得比较突兀。画面中，杨紫看起来明显瘦了很多，整个人显得更加娇小，站在那里的姿态也比在《要99爱》里更加出众，不再像之前那样显得平凡无奇。现在的她真是越来越有气质了。虽然杨紫的粉丝经修图让她的脸看起来白皙无瑕，就像白瓷一样，但还是难以掩盖她脸上明显的法令纹，就像括号一样显眼。她笑起来的样子有点显老，那种青涩的少女气息和深深的法令纹格格不入，整个脸部表情也显得有些僵硬，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怪异感。在不少镜头下，杨紫看起来仿佛嘴巴张不开，说话时上半脸毫无表情，只有下半脸的嘴巴在动。她的表情似乎缺少了自然的肌肉运动，让人有些不太自然。与早期的杨紫相比，现在的她虽然更加精致漂亮，但给人的感觉却更加僵硬和木讷。说实话，杨紫的美貌主要是靠皮肤保养和化妆技巧来提升的。从她早期的照片就能看出，她在演艺圈的女明星中并不占优势，面部轮廓不够柔和，五官也不够立体。不过，她的颜值也是有一定看点的，至少不会让人一眼就觉得难看。
小时候的杨紫凭借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可爱形象赢得了大家的喜爱，而现在她已经成长为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女性。为了能够在事业上更进一步，她需要美貌和气质的加持，让自己更加养眼动人。这也是她追求时尚和美丽的原因之一。皮肤好只是美貌的一部分，要想在都市情感剧中展现真正的女主魅力，单靠皮肤是不够的。除了皮肤，女主的外貌、气质、穿着打扮等方面也都至关重要。只有在这些方面都得到充分展现，才能真正凸显出女主的美貌和魅力。而且杨紫和实力派演员何赛飞在《承欢记》里同框，真是美得让人惊艳。他们俩在一起，就像是印证了那句老话：美人在骨不在皮。不只是表面的美，更是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魅力，让人看了都忍不住赞叹。在剧里，刘婉玉是何赛飞扮演的角色，也是女主角的母亲。从第1集开始，刘婉玉就展现出了她强势的一面，她绝对不能容忍女儿走出自己为她规划好的人生路线。这种看似令人窒息的控制欲，其实是因为她深爱着自己的女儿，把她视为掌上明珠。何赛飞和杨紫同框时，虽然何赛飞已经年过60岁，但她的状态看起来就像40多岁的中年女性一样。她精神焕发，面色红润，虽然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但她的骨香棱角分明，整张脸非常饱满。即使从侧面看镜头，也能感受到她骨香美人的气质。比起杨紫在镜头前显得有些僵硬和丰满的脸庞，何赛飞的面容看起来更加自然。不仅如此，他们之间的亲密肢体接触更加凸显了杨紫自身的某些不足。虽然在大景别镜头下，杨紫的身材看起来有些瘦弱，但其实她的比例并不算完美。她头部偏大，脸小，脖子细长，视线再往下，肩膀略显狭窄，胳膊上的肉感也比较明显。因此，当她穿上没有版型的衣服时，整个人看起来就有些普通了。杨紫在普通人中算是出类拔萃了，但一上镜，她的身材比例就显得不那么协调了。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毕竟镜头下的效果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差距的。当何赛飞拥抱杨紫时，虽然何赛飞的脸型更大，但杨紫的头在他的肩膀上却显得有些沉重。此外，何赛飞的脸部线条分明，五官立体，而杨紫的脸则像是一个卤蛋，五官随意点缀在上面，下颌线条有些后缩，整张脸缺乏骨相支撑，几乎全靠皮肤紧绷维持形状。如果比较一下《承欢记》里的杨紫和《要99爱》里的角色，你会明显看出减肥对杨紫的状态有多大的提升。虽然她原本只有30分的基础，但通过努力，她已经达到了及格线。然而，与大多数拥有70、80分底子的女明星相比，她的惊艳程度还是稍逊一筹。换句话说，杨紫虽然通过减肥有所改善，但在美女如云的女明星中，她的起点还是稍低了一些。杨紫虽不是美的惊为天人，但她的演技确实有她独特的魅力。正因为不是一线大美女，她演起平凡角色来反而得心应手，比如《欢乐颂》里的邱莹莹或《热辣滚烫》中的小反派，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大家喜欢她，正是因为她能将每个角色都演得生动又真实。杨紫的演技在90后小花中可是相当出色，特别适合出演邻家普通女孩的角色。只要不刻意去扮演那种都市丽人或者高傲的女主角，她的表演就总能让人眼前一亮。总的来说，杨紫是个很有潜力的演员，值得大家期待她的更多精彩表现。现在的《承欢记》女主角身上带着点精致美人的气质。杨紫演的麦承欢在职场上表现的既有能力又出色，是个独立又坚强的女生。不过呢，当家里人催她结婚时，她就没辙了。遇到渣男欺骗，她也总是心软原谅。
承欢记》这部剧，无论是角色的吸引力还是剧情的吸引力，都只能算是中等水平的都市剧。它的亮点并不突出，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直白点说，杨紫在剧里扮演的麦承欢形象并不突出，颜值也没能吸引眼球，角色的魅力也让人觉得差强人意。虽然这部剧的狗血日常是大家热议的焦点，但对于已经很有名气的杨紫来说，演多了这种剧其实对她的事业上的帮助不大。大家都说看了《承欢记》才发现何赛飞的演技和气质真的很赞，而且她和另一位演员在剧里的表现差距，也让大家再次意识到女演员的骨香有时候比年龄还重要呢。